我觉得真的不能说是今年，而是这几年来我们见过长得最离谱的无人机，对吧？你见过长这玩意儿吗？像是梦里面一样。但是这真的是大疆的新产品，叫做 DJI Flip 大疆翻翻无人机，他们的第一台翻折式形态的这样的这个飞机。那它本质上想解决的痛点非常明确，就是能够直接从手掌来起飞，不让用户有恐惧感，大大降低大家这个操作的这个复杂度。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我们一定要做这个评测，因为像之前的无人机太近似了，就是展开，然后换一个传感器，然后改避障，又是一代新产品。但是这个 Flip 真的就是异端，我们用下来体感就是它和之前的无人机的确很不一样，它变得超级的好玩，和大疆的 Neo 是一种类型的，但是同时它又有着之前大疆无人机类似的性能，不只是个玩具，真的能帮你拍摄一些很不错的画面，而最重要的是它的价格是2788元，带个遥控器。所以你觉得这玩意儿你会心动吗？我们这次一起来品一品大疆这么多年这个传统的构型之后推出的第一代新形态的无人机到底怎么样？Flip 的这个外观，你第一次拿到的时候，必须就是一个字来形容它，怪。你很难不去形容它像个什么东西，它可以像电风扇，它可以像灭蚊灯，它可以像仓鼠玩的摩天轮，但是你就是不会觉得它像一台无人机。那这个形态先不说别的，它有个很直观的问题，就是你只能像这样把它平躺或者倒过来放置，但是你把它正着来放的时候，它在户外风一吹就会啪的一下倒下来，不如迷你系列那样方方正正的形态来的稳定和可靠。而且我们原来以为大疆设计这种新的翻折形态应该会更紧凑一点，对吧？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论体积，因为有全包围的桨保，它比 Mini 4 Pro 其实是要大上这么一圈的。但它的优点是什么？就是它展开的速度比过去快了太多了，你没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过去无人机的前后击臂转动展开的方式，它方向是不一致的，所以经常新人会弄错折叠的顺序。但是 Flip 它本身有这两个标记，你只要这样4下，它就立刻展开了，而且还能够自动开机，没有按那个开关键的过程，非常的优雅。那还有一点就是，原来无人机飞行结束之后都有个整理桨叶的操作，我超级讨厌这个步骤，但是 Flip 它没有这个过程，有这个桨保，桨叶不会折断，也不会乱甩。那虽然它折叠之后的体积是不如 Mini 4 Pro 那么小的，但在重量上它还是做到了249克以下。所以说目前大疆无人机里面 Neo、Mini 还有这个 Flip， 你都是可以不用考证就可以直接飞的。那它机身本身就是你不看这个，你只看这里拔下来的话，它其实没有太多的变化。顶部加入了一个红外测距的模块，电池现在为了减轻重量，采用了一个机身一体化的设计。那再就是这个 USB-C 口和 TF 卡槽现在被移到了这个侧面，折起来的时候还挺好用的，但是展开的时候会有一点挡手，会不是特别舒服。只不过这都是小抱怨，最核心，我觉得这是最离谱的这个问题，就是 Flip 的内置存储，大疆给了2GB。之前 Avata 这样的机型给了48GB 的机身存储，大疆的 Action Pro 这种运动相机也给48GB， 但是 Flip 这个全新的产品2GB。反正这个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大疆这个行为了。如果我们现在来办个成语接龙大赛，你会用什么成语来形容大疆这个行为？Every golden sunrise breaking through the leaves, songbirds in the morning, an ancient melody. You got a song worth singing, and a fire to lead you home.还是老规矩，样片这次我们上传了一些到官网，你可以免费下载下来调一调试一试。不过我不知道你看完这些样片，你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你没有猜错 ，DJI Flip 搭载的这个传感器是1.1/3英寸的传感器，还有等效24毫米 f1.7 的广角镜头，有没有听着很熟悉呢？答案就是这块传感器我们已经测麻了，它是大疆 Mavic 3 Pro 的中焦镜头， Air 3的广角和长焦， Air 3S 的长焦， Mini 3、Mini 4 Pro 的广角
Action 4，还有那些别的各种机型都有可能用到这块传感器。那优点就是经过这么多的迭代，大疆已经把它调教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确实画面拍出来，即便不能给你带来惊喜，但是它确实还是挺能打的。它目前最高支持拍摄 4K 60帧的 HDR 视频，还有 4K 100帧的慢动作。那我们测试下来发现，它的动态范围还有解析力和 Mini 4 Pro 不能说是相似，只能说是难分伯仲。在默认的锐化和降噪之下，你会发现 Mini 4 Pro 它的锐化会再多一点点。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刻意的锐化痕迹，你可以手动去调节它的锐化还有降噪的程度。那同时 Flip 仍然有10比特 D-Log M 的色彩模式，所以你可以在后期去轻松的调整颜色。那只不过暗光环境之下，这块传感器真的会差点意思。即便它有着100和400的双原生 ISO， 在 ISO 400之下，它噪点的控制也还不错。但这基本就是这架无人机的极限了。如果你把 ISO 提到800，你会出现这样很难去除的彩噪，同时画面的涂抹感也会大大增强。所以如果你想拍夜景的画面，那这架无人机 ISO 100到400是我个人接受的区间。这和 Mini 4 Pro 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单说画质方面，你可以看到 Mini 4 Pro 和 Flip 基本上就是一对双胞胎兄弟，但是价格上你会发现 Flip 反而比 Mini 4 Pro 便宜2000块钱。是大疆真的这么良心，还是有玄机？那答案就是云台结构还有避障能力，这两者是有差别的。由于体积还有重量的限制 ，Flip 的云台是没法像 Mini 4 Pro 那样完全竖起来实现无损竖拍的，所以说你不能够用传感器全部的面积去成像，只能通过裁切的方式来实现 2.7K 30帧的竖屏拍摄，这要比 Mini 4 Pro 的画质要差很多。那其次就是避障，目前 Flip 它只有前视还有下视的避障，但是 Mini 4 Pro 是有全向的避障的，这个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就虽然说 Flip 的前视红外测距这个传感器还算不错，能够规避不少障碍物，哪怕是反光的玻璃，它也的确能够有更好的感知。但是毕竟侧面没有 Mini 4 Pro 这样的鱼眼视觉传感器，所以它会出现没有绕行功能的这个问题。就虽然它有奖保，摔得稀碎的概率会降低很多，但是你在环绕还有倒飞的时候，哥们儿，你真的还是得小心，很有可能下一秒钟你看到的画面就是这样。那如果你能够接受便宜2000块钱，没有 Mini 4 Pro 的全向避障还有竖拍功能的话，那我觉得这个 Flip 真的是当今你能够从大疆这边买到最好玩的无人机，没有之一。在大疆Neo身上所有超级有趣的功能，目前在 Flip 上面是一样不落的全部复制粘贴过来。而且我觉得我必须要提的就是它掌上起飞真的不只是优雅这么简单。你会发现 Flip 还有Neo这类新的形态的无人机，其实都是在解决无人机过去最大的问题，就是桨叶外露。你不能把它放在手上起飞，就除非是专业的人，仍然不推荐。那掌上起飞还有个特别高明的地方，我觉得是大疆最天才的一个点，就是它解决了标定的问题。什么意思？就是过去的无人机，你要让它先从地面上飞起来，然后画一个框，这样它机身的 AI 才知道在跟踪什么。但是 Flip 你会发现，你无论如何都是在手上起飞，它的镜头自然就是对着你的。这样的话，它在起飞的时候就可以识别到你的主体、你的面部的细节，所以它可以做到，只要按它侧面的按键，就可以进行人物的跟踪、环绕、拉远这些运镜的拍摄，不再需要个遥控器还有个手机来进行对应的框选。那我觉得它的跟踪能力，它是震撼级的跟踪，我怎么形容？就是你想甩都很难甩掉它，唯一能够躲掉它的机会，就是人多的时候放很多人脸，它会像这样愣住一下，然后突然再来盯着你。这个有点赛博恐怖的感觉，但是它的跟踪真的很强。就反正我客观觉得它目前大多数情况之下能够很稳的跟着你走，哪怕你背着走怎么走都可以。但是它有个最大的缺陷，刚才我们也讲了，就是拐弯。像这种室内比较狭窄的直角弯，它有可能会像这样直接撞上去，或者直接傻掉一动不动。所以逻辑上你在室内的话，你不能指望它能够跨过障碍物，像一个真人摄影师一样一直跟着你拍。但是如果你在户外，它真的可以帮你拍摄 vlog， 而且会感觉像是一个人在帮你拍。你可以在 app 里面调整它跟拍的高度还有距离，让它一直保持人物平齐的高度来进行拍摄，这样会非常有临场感。而且如果你手上刚好有一台大疆的 Pocket 的话，你会发现在一个场景里面这样拍真的很棒，一边有个全景镜头，一边会有个特写，两段素材剪在一起，它的观感不会不自然。只不过收音方面它目前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像Neo一样，你得先用 WiFi 或者连接手机，再用手机的收音或者手机连接大疆的麦克风，再把声音传到这个机内去。整体的音质你可以听一下，相比大疆麦克风默认的声音要差得很远很远。
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大疆麦克风默认的声音，你可以听听看效果怎么样。现在你听到的声音是3个设备互传下的声音，你可以听听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是你想要的效果吗？所以展望一下的话，我会很希望大疆在下一代里面能够加上 Pocket 3里面那个连接麦克风的模块，这样逻辑上能够做到的是你的飞机在飞，它也收到的是你身上这个大疆麦克风的声音，这样2个设备都有同样的音轨。那现在比较特别的是 Flip， 它能够支持你用语音来操控它，这个功能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超级有意思。Hey Fly， 飞高一点。好的。哦。不过你需要注意的就是，你目前给它的口令还是要通过各种预设来实现，这个真的很离谱。大疆这么大的公司，居然没有给它做任何一个语言模型，所以你目前真的不是 AI 智能，而是一个人工的复读机。你只要说错一个字，它都不带理你一下的。我很希望的是未来它能够加入一个 AI 的语言模型，能够思考，你一声令下，它就能完成一些复杂指令，比如说你现在给我去园区里飞一圈，帮我找到李思维，给他刷一个锅。收到。那除了这些新的玩法之外 ，Flip 当然也支持你用遥控器来进行更加精准的控制。它目前支持 RC2 还有 RCN3 2种遥控器，图传搭载的是欧4图传，我们也很熟悉，支持 1080p 60帧的画面传输。官方说在空旷场景里面差不多有7到8公里，但是我们实际测下来，它在飞行高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大概城市里面1.5公里左右就会开始刷明显的格子。所以如果你在城市这种信号比较复杂且有遮挡的环境中飞行的话，你可以给它连上一个外置的4G 模块，那它会更加稳定一些。那续航肯定是你很关心的一点 ，Flip 的综合表现，我目前看下来还是值得给它一个大拇哥的。在保持了轻量化并且有奖保的同时，它的电池容量相比 Mini 4 Pro 还提升了一些，来到了3110毫安时。那一块电池我们测下来大概能飞差不多半个小时，所以1到2个场景的拍摄它是非常足够的。而且你还可以用充电管家同时充2块电池，以前的充电管家你只能一块一块的轮流充，但现在2块电同时从0充到满，差不多是1个小时多一些，就是刚好你飞掉2块电池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在现场有条件能够边飞边充的话，那理论上你可以实现让它一直爽飞，没有等待的时间。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它这个构型，现在你很多时候不需要遥控器，所以它启动的速度会非常快，所以综合的飞行时间相比传统的无人机会要长不少，这是它最大的优势。那最后这个价格2788元是它基础套装、带屏遥控器版还有畅飞套装，分别是3988元和4988元。你觉得这个定价怎么样？反正我觉得它的定位和它的定价契合的还是挺不错的。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Flip 这个构型大家应该会推出更多，不可能只有这么一架是这个形态。你会认可大疆的这个方向吗？综合来说，我觉得它还是挺不错的，尤其当一个手柄，看它可以拍 vlog。要是再有这么一个小屏幕的话，就真的是空地一体，而且还有麦克风能够收音。也许大疆将来应该出这么一个产品。但是当前这个 Flip 你会想买吗？我对它的评价真的还挺高的。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转发，发给你别的想买无人机的朋友们看一看，也许他会觉得这个怪东西有一点意思。那么我们下次再见。